哇，它的秘制叉烧蛮特别的，带着橙子的香气，而且它的肥油层吃起来蛮脆的，不会有油腻的口感。第一次吃到这种橙香的甜味，这个照烧鸡腿肉真的吃起来相当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鸡腿肉吃起来应该是相当鲜嫩才对啊。这次的软壳蟹就吃得非常的满足啊，相当的酥脆爽口，但是呢，感觉不到蟹肉的鲜味。最喜欢的竟然不是它的牛排，德国猪脚还比牛排要软嫩好吃，而且猪脚的皮还炸得脆脆的，酥香。再就是比目鱼鳍边，相当的软嫩，入口即化。真是太完美了。最可惜是它的炙烤牛肉，吃起来真的没什么味道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它的汤头蛤蜊的味道没那么浓厚，还蛮清淡的，很像盐巴也没有什么放，很像在喝热开水。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懂面食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文。今天我们来高雄一家buffet的超级战区啊，这里大家并不陌生，可说是台湾buffet界的国民品牌之一，从北到南有多家分店。那我们今天来这一家不是普通的分店哦，它是位于高雄梦时代酒楼的旗舰店，有超大的用餐空间以及8大的主题餐区。今天人用餐非常的多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到底是吃到饱界的天堂，还是会让人家吃到怀疑人生呢？那我们今天假日晚餐费用是1128加上18服务费，用餐时间为4个小时。没有老样子啦，在正面开始之前，请大家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开始享用吧 ，Let's go！朋友，那我们再先吃牛肉吧。那牛肉看起来相当粉嫩，可是吃起来还蛮扎实的，没有想象中那么软嫩的口感。而且它旁边烤的焦香的地方吃起来还不错。那它中间有一条筋，炖的也不是相当的软嫩，吃起来带点拖泥带水的口感。那我们沾点蜂蜜芥末吧。旁边有德国猪脚。而且德国猪脚还比牛排好吃吃起来蛮软嫩的哦，而且它猪皮烤得非常的酥脆的口感，表皮的夹层透着淡淡的油脂香气，还蛮赞的。接下来我们往生鱼片迈进吧，现在吃旗鱼，看起来粉亮带点透，吃起来蛮滑嫩的，不止绵密，还带点弹牙的口感，好好吃东港的鲔鱼，尝上一口，而且它切得蛮厚的，吃起来真的是相当的满足了。旁边的鲑鱼当然不可以错过吧。3种生鱼片，欧文就喜欢鲑鱼了，吃起来不仅带点 Q 弹的口感，还有点奶油的香气，真的超赞的。再是黄金鲱鱼，旁边有醋制鲷鱼哦，旁边有相当厚实的醋制青鱼，扎实的青鱼质地带点酸甜的滋味，真的超赞。旁边还有一个叫鲫鱼的，旁边的握寿司当然不可以错过吧，欧文最爱的鲑鱼。刚刚生鱼片切的有点厚实，所以吃起来蛮 Q 的。那这个切得薄薄的，又是另外一种口感，还蛮绵密的哦。旁边还有炙烧比目鱼，欧文最喜欢的滑嫩口感。那种入口即化口感真是超级难以忘怀。旁边有炙烧牛肉哦，牛肉就还好，没什么香气。那旁边还有炙烧鲑鱼。鲑鱼的油脂在炙烤过后，油脂的香气是更为浓厚的。旁边还有花枝，花枝的口感是 Q 弹没错，可是吃起来蛮像塑胶的感觉。旁边有鲜虾，握寿司欧文还是最喜欢比目鱼鳍边，吃起来那种入口即化口感，真是相当的完美。旁边还有青鱼，最后鲫鱼跟上。这2种鱼肉吃起来都是有腌制过的感觉，相当大块的玉子烧，当然不可以错过吧。小而巧的软壳蟹，我们尝上一口吧。那软壳蟹太小了，所以你吃起来好像有吃到跟没吃到，完全感觉不出来。旁边还有寿喜猪哦，相当浓厚的寿喜甜味，带着清脆洋葱的质地。旁边还有花寿司。旁边的海鲜冷盘当然不可以错过吧，现切中卷，非常脆口的中卷，真蛮好吃的。它好像用盐巴下去煮，带点咸咸的味道，超赞。和风小章鱼真的还蛮可爱的哦。小章鱼的 Q 弹口感是无话可说，可是吃起来有沙沙的口感，应该就是沙子吧。还有相当小而巧的花枝，真的是相当的脆口。接下来我们来吃九孔巴吧，看起来非常的小巧啊。
就喜欢这种 Q 弹的质地。欧文手上的海瓜子，尝上一口。非常大片的饭菜，给它尝上一口吧。饭菜蛮好吃的，非常的 Q 弹，不会有软烂的感觉，水嫩水嫩的口感，还有淡淡的咸味，还不错哦。下面来剥虾吧。代表我们花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把虾壳剥完了。吃起来就是那个字，鲜，带点 Q 弹的口感，不错。之后我们瞬间走到了炭烤区，炭烤猪五花，来加点泡菜吃，感觉会更棒吧。哇，这猪五花蛮好吃的，虽然没有说非常焦香，加点泡菜更加提味，而且它猪五花切得蛮厚的。旁边还有颜色相当粉嫩的铁板牛柳。牛柳吃起来相当软嫩的，而且还有浓厚的黑胡椒香气。我觉得那牛柳还比那牛排好吃因为那牛排吃起来有点筋感，这个完全没有，真的超赞，难怪那边排队排很久。旁边的炙烧干贝看起来蛮小的，感觉没什么吃就没了。等一下欧文再去排队吧。旁边还有欧文手上的红酒炖牛脸颊，尝上一口吧。哇，它这个真的有红酒味，吃那么多家，第一次感觉到有红酒的香气。欧文精进了1个半小时，大排长龙的现煎干贝跟天使龙虾还在排，哇塞，太稀缺了。欧文手上的辣炒鱿鱼，来尝上一口吧。吃起来是真的有辣度哦，而且它这个辣炒鱿鱼吃起来蛮香的，感觉有那种五香的香气。旁边有塔香蛤蜊，看起来蛮大，可是煮过之后呢，就缩水了。蛤蜊的肉质还蛮扎实，而且它的塔香香气不会说过于咸口，难怪这个一出来就被拿光了。这个是欧文排了第2次才拿到，太不要，那我们第1轮就吃完喽。最喜欢的竟然不是它的牛排，德国猪脚还比牛排要软嫩好吃而且猪脚的皮还炸得脆脆的，酥香。再就是比目鱼鳍边，相当的软嫩，入口即化。真是太完美了。最可惜是它的炙烤牛肉，吃起来真的没什么味道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们再去拿第2轮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陪我们这一轮拿的手卷，还有一些炸物跟港式料理。我们现在吃鲑鱼卵。相当咸香的滋味。欧文手上的鱼卵也不可以错过吧。旁边还有鲜虾的哦。还有鲜甜的芦笋，吃了这几个，除了鱼卵之外，欧文最喜欢芦笋，吃起来相当的清爽，还有淡淡的美乃滋香甜。旁边还有软壳蟹的哦，哇，看起来相当多这次的软壳蟹就吃得非常的满足相当的酥脆爽口，但是呢，感觉不到蟹肉的鲜味。吃那么多熟食，还有个苹果苏打，这个是欧文在家里也会自己买来喝的哦。就喜欢这种苹果的香甜，带着气泡的绵密爽感。接下来我们来吃炸烤物吧，天妇罗时蔬的地瓜，旁边还有唐扬鸡，唐扬鸡真的是相当的多汁表皮还炸得非常的酥香。欧文手上的炸烧鸡腿肉，我们来尝上一口吧。相对于唐扬鸡，这个照烧鸡腿肉，这个吃起来相当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鸡腿肉吃起来应该是相当鲜嫩才对旁边有相当大片的咸猪肉哦。这咸猪肉吃起来真的蛮咸的，名副其实。而且那猪皮吃起来蛮 Q 弹，相当的有嚼劲，但是有点搅不烂。刚起锅的天妇罗炸虾，酥香的质地，咸咸的滋味，还带点温热的口感，刚起锅就是好吃旁边还有喜香逢。就喜欢吃喜香逢里面这种鱼卵的口感，旁边的转角处有一些港点。现在吃蜜汁叉烧，哇，它的蜜汁叉烧蛮特别的，带着橙子的香气，而且它的肥油橙吃起来蛮脆的，不会有油腻的口感。第一次吃到这种橙香的甜味。旁边还有拔丝地瓜，旁边蛋黄豆腐包，吃起来是相当的软嫩。欧文手上的鲜虾腐皮卷。吃起来蛮咸香酥脆，还不错。旁边有芋泥包，旁边的流沙奶碗不可以错过吧？哇，就喜欢这种浓浓的奶香气，带点流沙质地，超赞。
小巧的马蹄卷。最后2个片皮鸭卷。淡淡的甜面酱香气，带点黄瓜丝的脆爽。这可惜是它的鸭肉太少，如果它的鸭肉可以大片一点的话，应该会更赞。接下来我们喝个热热的蛤蜊汤。感觉它的汤头蛤蜊的味道没那么浓厚，还蛮清淡的，很像盐巴也没有什么放，很像在喝热开水。不知道是每一碗都是这样，还是只有欧文这一碗。没有。接下来是甜点时间呢，那我们就先来吃桑葚慕斯，感觉好像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变了。我觉得它的甜点好像是万年不变。非常绵密的慕斯，但是桑葚的味道感觉不太出来。可可蜜橘杯子蛋糕，我们尝上一口。那蛋糕体不会太过于松软，淡淡的巧克力香气，还有巧克力碎在里面，吃起来是蛮有口感的。上面再鲜奶油跟橙子点缀，吃起来蛮香甜的哦。那旁边的生巧克力也必须尝上吧。不会太甜，蛮好吃的。我用手上的芒果慕斯来尝上一口。淡淡香甜芒果的香气，感觉夏天来临了。旁边还有巧克力波士顿，还有焦糖肉桂起司。哇，那这个肉桂香气真的蛮浓厚的，蛋挞也是必备的吧？蛋挞还蛮酥脆的千层，以及淡淡的蛋香气，还有小巧可爱的柠檬塔。哇，这个柠檬塔好吃，柠檬的香气非常的香甜，但是不会过于酸，而且还有酥脆的塔皮，整个叠加起来超赞的。旁边还有柠檬棉花糖。代表们，欧文就吃饱了。今天这一层真的是琳琅满目，相当的混乱。那我们今天最喜欢的肉丝的比目鱼鳍边真的超赞，入口绵绵的香气难以忘怀，铁板牛柳黑胡椒香气真的超浓厚的，而且肉质又软嫩，难怪相当多的人在排队。天使龙虾跟干贝真的是每次一出场马上被拿光了，真的是有够抢手的东西。那我们今天吃这一餐，没有你觉得跟大里巴里比起来，你会更喜欢哪一间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讲你的想法哦。那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董秘手稳，吃货远不到，我们下次继续大吃特吃，用味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记录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接下去的动力。再见，拜拜。